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也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。我一大早就起床买菜，忙活了一天，做了一桌饭菜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婆婆说她的无友家里又添了一个大胖孙子，边说边拿眼睛瞟我，暗示意味很明显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理解他家那个孙子长得那叫一个乖哟。他眉飞色舞地对着我们比划，说到激动之处，我甚至看见他唾沫星子在灯光下飞舞，胖乎乎的，足足8斤，一逗就笑。一双手呀有这么大，他用加过辣椒的筷子在莲藕汤里搅和搅和，捞起一截藕，哎呀，就跟这个藕一模一样。话音刚落，没加稳，藕掉回汤里，汤汤水水溅了一桌子。我默默地把沾了他口水的菜挪到我老公面前，我女儿依依也有样学样，把面前的菜朝对面推了推。一直安静扒饭的公公搭话：“你要是羡慕，就叫哲安他们再生一个。”他将沾满油的筷子在青菜上面擦了擦，转头把一个大猪脚夹到自己碗里，继续说道：“国家不都鼓励生2胎吗？”话里话外都在点我。我拿脚在桌子底下碰了碰老公的腿，他没反应，再伸过去，他已经起身去添饭了。我撇撇嘴，刚想开口说话，却僵在了原地，因为我在此刻听见了全家人的心声：2胎，谁要跟一个黄脸婆生？今天晚上亲一口，明天我就能把去年的饭吐出来。是我老公的声音。我震惊地盯着他的背影，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心声。一个我爱了快10年的人，心里居然是这么想我的。他回到座位，见我愣愣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看我做什么？”心里却在骂：“看什么看？一张雀斑脸，看着就倒胃口。”我还是赶紧吃完饭去书房和我家亲爱的敏敏聊会儿天，把她哄开心了。今晚给她打视频，饱饱眼福。在家里天天面对这个黄脸婆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我赶紧低下头，把马上要夺眶而出的眼泪憋回去。一大家子都在餐桌上，不能表现出来。结果这时，我又听见了其他人的心声：家里的母鸡还1年下2窝崽嘞，这个慕云怎么一点用也没有？嫁到我们家7年，就生了个布袋吧，只知道糟蹋粮食的。我婆婆用3角眼直勾勾地看着依依，嘴里劝着：“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来多吃点菜，你看你多瘦。”她佯装和蔼地给依依夹菜，依依却不接她的，缩着身子往我这边躲。见状，她又在心里骂：“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一个丫头片子要什么营养？长大了还不是要嫁到别人家去？就城里的孩子娇气，这要放到我们农村，赔钱货都上不了主桌吃饭。”依依不亲他，他也不尴尬，转头同我说：“你看依依一个人多孤单呀，你趁着年轻再生个儿子给他作伴，以后他结婚，说起娘家还有个弟弟，多有面呀。”我握紧拳头，极力忍住怒气。我10月怀胎，千辛万苦生下来的宝贝，在他眼里是这么的不堪，而我只是给他家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。一时间，我的脑海里回顾着这7年的婚姻生活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不甘，在这一刻统统向我袭来。我放弃事业，回归家庭，任劳任怨地当个家庭主妇，早上起得比鸡早，晚上睡得比狗晚，饭菜我做，家务卫生我全包，努力做一个好老婆，一个好儿媳，伺候他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，到头来活成了个笑话。我颤抖地握紧拳头，噌的一声站起来，在众人的疑惑中，一把掀了桌子：“生2胎，还生儿子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！你们家就没有孙子命！”我一口气骂完，感觉通体舒畅，
这家庭主妇，谁爱当谁当，反正我不当了。全家人被我突然的爆发给镇住了。公公的脸黑如锅底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。婆婆则一屁股坐在饭菜上，双脚乱蹬，哭天抢地：“老大，这就是你当年要死要活娶回来的老婆？我们说什么了，她就这么大反应？哎呦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呀？在自己儿子家还能让外人给欺负了。”林哲安听他这么一喊，才缓过神来，连忙去拉他，谁知他脚踩在了碟子上，重心不稳，摔在婆婆身上。哎呦，我的腰！老林，你赶紧来拉一把！公公收回看我的眼神，过去帮忙。他搀这个扶那个，一时间3个人忙作一团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耳边充斥了他们的怒骂：疯子、毒妇！我家真是到了8辈子没了，娶了这么个祸害！这死老头手劲儿怎么这么大，拉得我手疼。这老太婆天天学人城里人跳广场舞，怎么还越跳越胖？我拉都拉不动，重死你得了！本来上班就够糟心的了，暮云这是发什么疯？好好的一顿饭吃成这个鬼样子，等我起来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呵，还想着对我动手。和林哲安相伴10年，我真是眼瞎，居然没看出他还有暴虐倾向。我走过去，把瞪大眼睛、呆愣在原地的小一抱起，3两步带回房间里，软声安慰他：“依依乖，晚饭不吃了，等会儿妈妈带你去吃夜宵。”小一显然也被我的举动吓到了，但还是很乖巧的点头：“嗯，妈妈。”然后他轻轻地在我耳边说：“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妈妈。”短短2句话就让我红了眼眶。全家只有我6岁的女儿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。我将她抱紧，安慰地摸了摸她的头。我怀她的时候正值酷暑，公婆从乡下赶来，美其名曰照顾我，但家务都是我在做，甚至还要挺着肚子给他们做饭。林哲安下班回来，他们就装样子对我嘘寒问暖，我心里厌恶他们的做派，没少在他面前抱怨，但是总被林哲安怼回来。他们都7老80了，想着你怀孕，千里迢迢从村里赶来照顾你，在农村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城里的生活一点也不习惯，有很多事情他们是想帮你，但有心无力，你要有孝心，多体谅体谅他们，毕竟是咱爸妈。一顶不孝的帽子给我打得哑口无言。现在想来，我那会儿哪里是没有孝心，我连脑子都没有。他说我就信了，甚至还反思自己，是不是我太矫情了？怀胎10个月，前8个月都是我自己照顾自己，就这样，我婆婆还让我挺着肚子去公园给她送跳舞的扇子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不小心滑了一跤，被邻居们送去了医院。我在手术室里疼得不行，要求打无痛针，结果护士进来跟我说，我的公公婆婆怕打针影响孩子智商，死活不肯签字。我哭着挣扎想要起来，医生护士连忙按住我，给我顺气。剧烈的疼痛让我心里连悲伤的情绪都来不及有，就又躺了回去。没一会儿，我全身就被汗水打湿，我清晰地感觉到我的下身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撕裂，所有的气血都在往下面涌。那时我在床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，有好多个瞬间，我都怀疑自己会痛死在那张床上。不过好在我最后把依依平安地生了下来。后来我被推出产房后，林哲安才匆匆赶来。在得知林哲安打算给我请月嫂照顾的时候，公婆主动站出来说，哪里用得着找外人，我和你爸来城里不就是给你们带孩子的吗？儿子你就放心把他们母女交给爸妈，安心工作，别操心家里。
于是林哲安打算请月嫂的就进了他们口袋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公公有很多不便，就提出每天负责做饭，婆婆则照顾我和依依。她跟我说：“暮云，妈那天不是故意的，没想到你会摔一跤，妈跟你道歉。还有签字那事，老大回来说过我跟你爸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，根本不懂。这也是担心你跟孩子有危险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”我那时耳根子软，见他们这么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和依依，也就没有再追究。但是这件事永远成了我的疙瘩，是我的心结。往后我和林哲安因为他爸妈的种种行为吵架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这件事翻出来，而每一次他都会不耐烦地问我：“他们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我回答不上来。是呀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但是现在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他：怎么样？我要离婚，既为自己，也为依依。我坚定想法后，推出门，再次站在他们面前。林哲安，我要离婚。什么？林哲安还没说话，上一秒躺在沙发上哀嚎的婆婆，下一秒就利落地跳起来，指着我鼻子说道：“离婚？暮云，你今天真是吃错药了。老大每天辛辛苦苦地在外面工作，你什么也不做，就在家辅导依依功课，而我和你爸天天照顾你们娘俩。今晚就因为建议让你们生二胎，你就要和我儿子离婚，不知好歹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我漠然地看着他，耳边是他的心声：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。离了我儿子，一个生了孩子的女人谁会要？满大街的黄花大闺女，哪个不比你值钱？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，全是托我儿子的福。公公的心声也往我耳朵里钻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女人就是欠收拾，我要是老大，就把这死婆娘往死里打，把她打服帖了，才知道家里到底是谁做主。真是给她惯的，他们一句骂得比一句难听。我淡然地从阳台把花洒拿在手里，什么货色，谁做主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花洒装尿，滋谁谁死。我把花洒的盖子丢掉，一把将里面的东西泼向他们。公公在看到花洒的那一刻，就黑着脸往旁边躲，所以只有衣服上沾到一点点。林哲安和婆婆两个人却被我正中靶心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泼。婆婆的尖叫和林哲安的怒吼，随着刺鼻的臭味在客厅里弥漫开来。啊，暮云，你他妈泼的什么东西？林哲安狰狞地抬手，准备给我一巴掌。我敏捷地往旁边躲了一步，将花洒里面剩的一点东西，准确地泼向他张开的嘴巴里，而花洒则丢向一边扒拉自己衣服的婆婆。哦，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眼神扫过心虚的公公，目露鄙夷地看向他们三个。这不是你他妈的，是你他爸的尿啊！作死呀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往花洒里撒尿做什么？婆婆一听我这么说，转头就对公公喊。林哲安此刻脸上的表情堪称精彩，呕的一声就吐在了茶几旁。我曾多次跟林哲安抱怨，公婆在生活习性方面有些不干净。昨天晚上我模模糊糊听见阳台上有水声，我悄悄起床查看，正看到公公往我的花洒里撒尿，当即就把我恶心坏了。回房间里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林哲安，偏偏他还不信，非说我是睡迷糊看错了。现在由不得他不信，毕竟他不仅亲眼看到了，还亲口尝到了。老子今天非打死你！林哲安吐得脱了力，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，我一脚踢在了他下身。这一脚我用了7、8分力，他立马痛苦地捂着下身，跪在地上。笑话，当初要不是他死乞白赖地追我，发了毒誓爱我，会对我一辈子好。
谁会嫁给一个1.7米的农村土行孙，还是穿了鞋子加身高的那种？我净身高都1.68米，天天在家里做家务活，真要打起来，不一定谁赢。儿子，你这贱蹄子！婆婆眼见她儿子被打了，也不跟公公撕扯了，慌忙去看扶林哲安。公婆都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再也不敢贸然动手，只能睁大眼睛怒视我，几双淬了毒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我，耳边响起一道又一道他们的心声，无一不是在诅咒我不得好死，无一不是在后悔让我和林哲安结婚。说实话，我也很后悔，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靠院长妈妈的收养才跌跌撞撞的长大。本来上大学以后运气很好，吃到了早期小说的红利，大3就全款拿下学校周边的一套房。谁料到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我还没毕业他就去世了。我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林哲安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他是我的校友，说实话，他除了长得清俊一点外，其他条件并不突出，但奈何他出现的时间太过合适，浪漫的、真诚的、热烈又勇敢地追求了我大半年。他许诺我会一辈子爱我，一辈子对我好，给我一个家，我也就沦陷了。起初我们也是幸福的，只是在美好的爱情也会因为生活里的种种事情而变味。比如我们现在，我无视他们眼里的怨毒，对他们表明了我的决心。林哲安，这婚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我凑到他耳朵面前，阴恻恻地威胁道：不然你和妙敏那点破烂事可瞒不住。你猜，如果这事被爆出来，你今年的先进个人还保不保得住？我和林哲安的事业规划不同，大4毕业后，我选择当一个全职作者，幸得读者们的抬爱，写了几本爆款，其中一部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，给我赚了一大笔版权费。林哲安则继续读研，研究生后又考公，期间所有的生活费全是我在承担。我没有什么朋友，很多话我都会对当时负责我的编辑说。还记得当时他劝说我不要放弃写文时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当时我信誓旦旦地跟他说，他对我很好，不像网上有些人，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。相反，他对我很好，而且我已经怀孕了，我赚的钱已经够我们一家人的支出了。你知道我在什么环境里长大？我希望我能给宝宝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回想起来，真是讽刺。林哲安一听妙敏的名字，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：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居然怀疑调查我？妙敏是他的助理，之前我们3个还一起吃过饭，我没察觉出丝毫不对。我扯扯嘴角，不再看他们3人，回房间干脆利落地收拾好东西，带着依依就走了，把门摔得震天响。离家前，依依拿小手捂着鼻子，十分嫌弃地白了他们一眼。可爱的小模样让我忍俊不禁。出门后，车水马龙的城市亮起万家灯火，前方没有一盏是为我而留，身后那一盏我又不屑拥有。我攥紧依依的手，歪头对她笑道：走，妈妈今天心情好，请你吃你最爱的肯德基宵夜。好爷，妈妈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好笑地看着她天真的模样。依依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宝贝，妈妈一个人的宝贝，不是爸爸的吗？不是爷爷奶奶的吗？不是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妈妈一个人的了。这话好像也不对，从前也是我一个人的。公婆不喜欢依依，我一直都知道。过年过节给自家亲戚小孩发红包、买玩具、买新衣服，这些东西依依从来都没有份。她也懂事，不会问为什么她没有收到爷爷奶奶的礼物。林哲安对此事不置可否，为公婆解释那都是面子工程，
做给别人看的。依依是他们的亲孙女，哪有人不疼自家孙女的？真是人老成精，拿我的钱去长他们的面子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离婚分财产的时候，这笔钱我得要回来。对了，还有给他们小儿子林哲晨的钱，这些都是从我的存款里拿的，必须给我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妈妈，其实我能听见。依依打断了我的收钱计划，我好奇地看他，你听得见什么？他神秘兮兮地踮起脚，我听得见你们心里面说的话。我熊猫震惊脸，打定主意和林哲安离婚后，我开心地躺平了，在依依的学校旁租了套2室1厅的房子。早上送依依去读书后，我就将这些年的收支状况整理了一番。我有记账的习惯，这个习惯从小学起就养成了，买块橡皮我都要记在本子上，不然不安心。所以连林哲安都不知道家里的每一笔开销，我都有记录。我看着电脑上的数字，冷笑连连。暮云，你活该，居然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个人形输血包，大笔大笔的往林家送钱。我把截图发给了林哲安，让他看清楚这些年到底用了我多少钱，谁给他的脸出轨，吃软饭都不知道把碗端稳了再吃。我拿起书桌上我和依依的双人照，眉头微皱。那天他说的话实在让我震惊，我还以为他早熟懂事，知道爷爷奶奶不喜欢他，所以才不和他们亲近。谁料到他也能听见他们的心声，比我还早。妈妈，爷爷奶奶喜欢男孩，我是女孩，所以不喜欢我。爸爸也不喜欢我，他喜欢妙安，他也不喜欢你。他喜欢那个叫妙敏的阿姨。听见妙安这个名字，我大概能猜到一些。生气吗？痛苦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大起大落后，我相当平静。我本来就打算报复他们，这些只是我怒火的添加剂而已，早晚会把他们烧得灰都不剩。1小时后，我接到了林哲安的电话：老婆，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这狗男人态度倒转变得挺快，昨天还恨不得杀了我，今天就又来认错。我不耐烦地跟他下通牒：林哲安，别再演戏了，我都看腻了。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拟好，给你同城过去了，上面关于夫妻财产的分割和依依抚养权的部分，你可以多看看，要是没有意见，就赶紧签字去民政局把离婚证扯了。然后你们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。在他回答我之前，我麻利地挂断了电话。渣男的话，我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想再听。之后等待的离婚日子里，我一边健身减肥，一边重拾起我的写作生活。我远离这个行业已经7年有余，现在读者的口味可谓是瞬息万变。以前是作者写什么，读者看什么，现在是他们看什么，作者就写什么。我花了1周左右的时间，把市面上比较靠谱的平台都逛了个遍，一边扫榜，一边拆文。和我之前的编辑深入沟通后，确定了自己之后的行文方向，不用伺候他们一家人的吃喝。我的空闲时间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。2天里，我就完成了大纲和3万字的正文，顺利和之前的老东家签约。虽说保底金额跟之前没法比，但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新闻8万字上架后，数据比我和编辑想象的都好。听说我开新闻了，老读者还在书圈里小小的欢腾了一把，我心里倍感温暖。在我人生最茫然的时候，是写作给了我奋斗方向；在我最痛苦困难的现在，也是写作给了我鼓励和慰藉。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林家又出幺蛾子了。暮云，你就回家一趟。我爸妈不让我们离婚，我妈把离婚协议书撕了。一大早，我就接到了林哲安的电话。林哲安，我是和你离婚，不是和你爸妈离婚。
别当个几十岁的巨婴，事事都听你爸妈的。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：“你还是来一趟吧，我弟来了，这件事比较复杂，好吗？”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如果说林哲安是个没断奶的巨婴，什么事都向他爸妈倒戈，以他爸妈的意见为主，那么林哲辰就是另一个巨婴，家里最得宠的那种，公婆有什么都优先考虑他，他想要什么就跟父母说，然后他们再跟林哲安说。可以说，大部分我们给公婆的钱，他们都给了林哲辰。去年他在城里买房子付的首付，还是我给拿的钱，整整50万。林哲安在我这儿磨了2个多月，保证他会还给我们，我才放的款。他还嘱咐我说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给的，对外统称是他这个大哥支援弟弟的。当时我也没说什么，因为林哲安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他在事业单位当副秘书，在外人眼里是绝好体面的工作，在老家的村子里口碑特别好，都说他在城里当了大官，每个月赚很多钱，还把父母接到城里面孝顺。但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其实家里的钱都是我的，林哲安的工资还不够一大家子的支出。公婆每次回老家都脸面风光，逢人就夸这个大儿子怎么好，但是除了夸以外，也没别的表示。前几年村里谣传要拆迁，老家的房子上却没有他的名字，是林哲辰一个人的。也就是说，以后真拆迁了，拆迁款也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以前我还不明白，照我公婆对儿子的执着态度，两兄弟应该一碗水端平才对。直到那天依依和我说了些话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根结在这儿。我只能说，不愧是那2个老口子，真是比垃圾袋还能装。我在一家安保公司花钱请了10个安保人员，个个身高1.8米好几，站一排就是一堵人形墙。就林哲辰那混不吝的模样，我怕到时候把他惹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对我可不利。我还是花钱买平安。这么多人一起，他真要对我做点什么，也得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一切都准备妥当，下午的时候我才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回去。还没进门呢，我就看见房子外围了一群人。我婆婆那杀猪般的哭喊就传进我的耳膜，我的命好苦啊！这老了，一点福也不能享，还要被儿媳给赶出家门。你们看看，这离婚协议书上写的什么啊？什么房子车子都是他的，跟我儿子没关系，还限期让我们全部搬出去。真是我们老林家祖坟没埋好，才娶了这么个恶毒的儿媳妇。他坐在门口，丝毫不顾邻居们的目光，一个劲儿地诉说他的委屈。这些年，我和他爸辛辛苦苦的付出，他每天就待在家里啥也不做，还不满足，到头来还嫌弃上我们，要和我儿子离婚。大家评评理，这都是什么世道啊？他说激动处还用力蹬腿，我门口的地板都快被他擦干净了。婆婆在这边卖力演着，公公那边也没闲着。我大老远就看到他跨坐在窗户上，扬言要跳下去。林哲安和林哲辰在旁边焦急劝着，生怕他激动真跳下了。老大，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这儿了，你要敢离婚，敢让我们搬走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，让别人看看我是怎么被你们逼死的。我死不瞑目啊！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家子的闹剧，蹲了一会儿的瓜，才带着我的大部队拨开人群进去。我出现的一刹那，周遭静了一瞬，又响起比之前更大的议论声。我掠过坐在地上撒泼的婆婆，向公公走去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这个贱人！林哲辰一脸横肉，拽着200多斤的肥肉就要过来对我动手。我身后2个黑衣大哥先一步把他拦住，裤紧他，
以防让他挣脱。嘿，这钱花得值！看着我的人对他的宝贝疙瘩动手，我婆婆是一个打挺就爬起来，发狂地向我奔来，又被我的保镖大哥们拦住了。这副发狂厮打的模样，哪还有刚刚悲悲戚戚的可怜？真是垂死病重惊坐起，阎王爷都要夸他好身体。我眼风都没给他，径直朝老头子走过去。他和林哲安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他抓紧栏杆，紧张地看着我。你要干嘛？我帮他把身后的窗户又打开了一点，顺便把自动防盗窗给撤了。干嘛？哼，你不是闹着要跳楼吗？今天这离婚协议书我是签订了，你也别等我们签了再跳，要跳现在就跳。早死早超生，估计是看我来真的，顺着林哲安给他的台阶就要来了。一场跳楼大戏就这么被我三言两语结束了。我示意保镖大哥们把他们都放开。我从包里重新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让林哲安签字。林哲安鹌鹑似的站在老两口身后，林哲臣接过来扫了一眼，嗤笑道：“财产全留给你，我哥什么也没有。”还限期3天，让我爸妈搬出去。以前怎么没看出你这个女人这么能算计呢？估计是顾及我的保镖们，嘴里倒也没在骂我，但是心里却一字不落地传进我耳朵里。干他娘的小婊子，混蛋玩意儿，真要离婚了？家里的钱都让这娘们卷走了，老子他妈喝西北风啊！可不能离婚。老子还指望从我哥这儿再捞点钱来花花。我厌烦地盯着他，果然是他们林家的亲种，就知道扒别人的血。我从他手里抽走离婚协议书，侧身递给林哲安，他不接我也不恼，慢悠悠地坐在茶几上，把我的记账单拿出来。既然不肯跟我离婚，那么就还钱吧。林哲安顿时一脸煞白地望向我，嘴巴动了动，到底没吭声。什么钱？老婆子一听还钱，比谁都敏感激动，当即的询问出声：什么钱？当然是这些年我们借给你们的扶贫钱。你放屁，那都是我哥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要？你说是吧，哥？林哲安依旧装死不说话。我没错过林哲安内心的崩溃和其他林家人心里的怒骂，也把林哲臣眼里对他哥的厌恶和不喜看得分明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好吃懒做，天天花我哥的钱不说，还敢喊我们还钱，一天天的闲出毛病了，看把你能的！就是，老林两口子对他们小儿子说的话深感认同，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这人啊，就是喜欢被人打脸。你哥的钱，我没资格要求你们，真是好听的笑话。我们现在没有离婚，我就有资格要求。再说了，你确定是你哥的，而不是我的？我把这些年林哲安的工资流水拍在他们面前，顺便给其他的吃瓜群众添加新瓜。他每个月的固定薪资是6000，加上绩效和其他补贴，扣完税到手8000，不到1万。大家也知道这里的房价和这个城市的生活水平，就算他不吃不喝20年，也不一定买得起这里的房子，更别说家里还有其他生活成本。我向众人展示他的工资凭证，朝他们几人甩去，仔细看清楚，每年你们从我这里拿走的钱有多少，他又赚了多少。人群里窃窃私语，造得林哲安满脸通红。他不是最要面子的吗？那我今天就要他丢的裤衩子都不剩。就算那钱是你的又如何？这是你孝敬公婆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没工作的人，谁知道你那钱来路干不干净？我爸妈帮你花了是你的福分。瞧瞧这人，跟林哲安就是2个极端，一个太爱面子，一个又太不要脸，好一对卧龙凤雏。我失笑地摇摇头，平静地面对他们，将他们林家的遮羞布全部扯下。人要脸，树要皮，
你们一家人真是让我见识了生物的多样性。一个软饭硬吃，其他3个嚣张吸血，理直气壮。我拿出我早已记好的账本，一篇篇地念给众人听。13年，你哥给了你10万买车，8年后，你爸用老家修房子的借口又要了10万。14年到18年，林总总问了你哥要了30万。去年你买房又要了30万，这些都是大头，小头的我还没念。我嘲笑地看着他们说：“林哲安没钱，这些都是扒我的血，从我这里拿的。至于你说孝敬父母的钱，我每个月都从他的工资卡里划2000给你妈，从不间断。你们自己算算，把钱一笔笔还给我。林家几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算是把脸都丢完了。就这样了。”林哲臣还嘴硬：“我父母这么多年照顾你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这叫恩将仇报。”他不说这个还好，我还可以平静地跟他们对峙。一提这个，我的无名之火又冒了上来。我最近个人素质比较低，别惹我，撞我枪口上，我就无差别地撞死你们所有人。哈，真是可笑。他们嘴的照顾，就是把我照顾得早产，然后用7年的时间把我变成了天天操心家务的黄脸婆。照顾他俩照顾什么了？家务卫生都是我在做，1日3餐也是我在煮。心疼钱不让我请保姆，什么事都是我亲力亲为。我指着他们，陡然提高音量：“你妈每天闲得发慌，早出晚归，和大爷跳广场舞，陀螺都没有她能转。你爸不是去钓鱼，就是去下棋，吃饭还要我去请他回来。就连我坐月子对我照顾有加的前提也是林哲安给了他们钱。”对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他们一家什么做派，我是一清二楚。当年依依还是早产呢，就因为那家婆婆要小云去送扇子才滑倒，出意外的。好不要脸的一家人，花人家的钱，还欺负人家，离谱到家了。各种议论声彼此起伏，最开始是小声交流，然后慢慢没有顾忌。人群里跟我交好的邻居，对他们破口大骂，帮我出了一口恶气。更有甚者，回家拿了烂菜叶和臭鸡蛋，要扔他们。林哲臣年轻，眼看风向不对，拨开人群就逃走了。剩下3个吓得缩在一团，老鼠屎走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，等着林哲安过来签字。他才走一步，就被老太婆拉住：“你想离婚可以，但是你得给我们一笔赡养费，还有答应之前的钱不要我们还。”对，不然我们绝不同意。林哲安果然停了脚步，站在中间左右为难。就算离婚，也要让他脱一层皮，什么钱都不给我们留。想得美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在算计我的钱。你们很急吗？什么？急的话，我现在就去花圈店给你们拿1沓回来，不急我就明年清明再烧给你们。不顾他们在后面气得跳脚，我心情愉悦地回到了出租房。林哲安，我说过了，这婚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我将刚刚混乱里搜到的证物和之前回他们老家拿到的东西装在一起。没错，我这次过去表面上是逼他们还钱，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那天和依依深聊后，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原来林哲安根本不是他们亲生的，准确一点来说，不是他妈王桂芳生的。有一次奶奶找爸爸要钱，他没给，奶奶就在心里面说，爸爸是白眼狼，不是亲生的。果然养不熟，然后奶奶就找爷爷抱怨，说爸爸的坏话。爷爷没说话，但是心里面说他不是奶奶亲生的，但是是他亲生的。当时 CPU 都给我干烧了，想了半天才想明白，合着林哲安是小三生的呗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带着依依回了趟林家村，我都没进去，
直接带着孩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坐着，不一会儿就吸引了许多老年人过来。我让依依嘴甜点和他们套近乎，不到2分钟就成功打入村口情报站。这个小情报兵圆满地完成了任务，解锁了隔壁村李寡妇李翠燕这个新人物。回家后，我让人去隔壁村的李寡妇那里打探。我花了些钱让李翠花把实话说了出来，半天我就拿到了证据，并得到了这个故事的整个经过。原来王桂芳嫁进林家2年都没怀上，她的婆婆给她下了通牒，再给1年的时间，要是还怀不上，那就滚回娘家。于是她就让林建国，就是我公公，去抱养一个儿子回来。其实这个时候她和李寡妇打得火热，就在他们不小心怀上了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她正好瞌睡送枕头，他们就将计就计，要把孩子生了下来。林建国做中间人，跟王桂芳说找到了合适的人，让她假装回娘家养胎，一边时不时去李寡妇那看孩子的情况。就这样，10个月后，林哲安被生了下来。于是这场30几年的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艺术源自生活，这句话还是有根据的。我乐呵呵地去了医院做鉴定，这个李翠燕就是林哲安的亲生母亲。另一份报告也坐实了林哲安是私生子的事实。我把亲子鉴定给他们同城过去，并且安排了一个邻居做我的眼睛，时时刻刻关注他们的动向。后来据我的邻居所说，我东西寄过去的当天晚上，他们就爆发大争吵，屋里争吵不断，噼里啪啦，一点也不消停。后半夜还惊动了警察，可惜呀，我没看到这场好戏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离婚协议书，和林哲安去民政局扯了离婚证。那天晚上，他和后来赶来的林哲臣厮打在一起，他不是对手，被打得奄奄一息。邻居们劝阻无效，最后报了警。林建国被误伤推倒在地，伤了脚腕，就算恢复好了，也会变成跛脚。林哲臣犯故意伤害罪，被带走调查。而王桂芳更蠢，居然在警察要带林哲臣的时候上去阻拦，不仅砸了警车，还咬伤警察，一起和他的宝贝儿子吃上了公家饭，真是恶有恶报的一家人。再次见到林哲安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谈不上开心与不开心，有的只是平淡。经历了如此变故，他仿佛一夜老了10岁，而我经过了几个月的健身调理，恢复了年轻时7、8分美貌。一开始他见到我还不敢相认，最后认命地跪在我面前，在民政局门口，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对我忏悔道歉，希望我能原谅他。我瞧了一眼他因为情绪波动而涨得通红的脸，真是难看。我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。林哲安，我们的事情还没完。我的律师已经将他们一家起诉上了法庭。我公布了那些钱是属于我婚前财产的证据，势必要把这笔钱追讨回来。他出轨的事情也被我实名举报到他的单位。林哲安，你们一家的报应才刚刚开始，你这鳄鱼的眼泪还是省着点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给依依买了她最爱的零食。抬头看天空，今天的夕阳可真美。以后每一天，我身边的风景都是这么漂亮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